很多人一直在讲前世今生，前世今生。那我今天要来分享怎么样来破解前世今生的通灵大法。那请各位不要先入为主，有想象说我要教你通灵哦，不是，我是要教你前世今生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它是执着造成的。所以如果以后谁跟你讲你的前世如何，前世怎样，经过今天这堂课之后，你就会比较理解前世今生到底是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会带入一些灵学大师会教的，怎么样跟你的小我沟通，去探索到你的累世，它可以探索得到，但如果太执着，会变成倒歪了，反而背到因果业力，这是前言。所以今天适合听的是已启灵的师兄姐跟信徒了哈。我们先讲第一个，因为要探前世今生，它跟因果业力绝对会扯上关系，而且这一句话我们一直常常在强调，因果绝不是一世就可以定义的。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人跟人之间都有关联，如果你这一辈子出生以后通通没有朋友，除了你妈跟你以外，那可能只有一世。问题是你在你的成长过程中认识的这些人跟我们其实都有因果关系，所以你可能跟某一个人只有一世吗？没办法，各位想想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然后呢，因果业力这件事情也不是人可以去定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所以请大家先有这个观念。那既然因果业力不是一世可以定义的，那请问我怎么去探索我的前世今生？比如说我们今天去问一个老师通灵的老师，我跟我老婆前世到底是什么？请问这样也能一世就看得出来吗？那既然不行，可能不是一世就能定义的，也有可能在同一世当中有关联无数的人，那这些请问你要怎么样让它通灵就通出来？这个连 AI 都做不到有以上的观念之后，我们再往下走然后呢，前世今生我们所产生的迷失，第一个由刚刚的理论来讲，第一个知道了如何，不知道又如何，对和解有没有帮助？请问各位知道，假设今天我们观念都很正确，那去探索前世今生目的在哪里？我是觉得说，对于这个做得很离谱的，或者是说挂碍或者是自爱障碍很严重的部分，那前世今生这对我们来讲是在修行上面，我认为多少是有一些帮助的。错得很离谱的，或者是说你一错再错，像这样的一个习性，或者是这种不好的我觉得是我们行为导正，或者是在于内心上面的一个标杆吧，校正回归的一个数据或者是一个参考值。我的思维跟理解大概是这样。所以探索前世今生它并非不可以，而是我们的观念与态度放在什么地方。刚刚 Kenny 师兄有讲到，他讲的内容其实一句话就可以带到，叫做和解。我们只是探讨出来做和解那这样子观念比较正确的话，就可以去探索所以这里讲到了知道前世今生的目的，当然就是忏悔与和解这个很重要。那怎么样去知道前世今生呢？这里有推荐各位多看小说啦古装剧啦、神鬼剧跟推理剧，请各位多看这些。为何会这么说呢？你要探索，你必须有一点想象力必须对时空稍微有点理解啦。你总不可能说我回顾到了明朝的时候，然后跟恐龙同一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理解嘛。你把明朝的东西跟清朝的东西搞在一起，那就不太对了，因为背景不对，时空背景是错的，所以多看这些也会有帮助的来 Kenny 师兄请说。我认为说这个逻辑是多看小说、古装剧
神鬼剧、推理剧。那我的解读跟想法是，要打破限制性的思维，让你第一个是充分的有想象力，第二个再来说，我们活着一直是以人为主，以为我们生生世世会是以人或者是往好的方向去想，那其实自己去观察之后，那可不见得。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过来 Brian 请说。我觉得简单的讲，应该就是要有素材可以思考，所以要去了解一下这些，就是至少如果有接收到什么讯息的话，然后可以翻译成我能够理解的元素，可以这样讲。好，很好哈。对，就是这些哈。因为什么？你对历史不够理解，也不用说一定要研究到多透彻，但是起码也要知道。不然你回顾到了一个时代，然后告诉你是齐天大圣，那你都不知道齐天大圣是什么，你有什么依据去做这些事情？这样能够理解哈？这样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了吗？然后呢，其实刚刚各位说的只是说理解而已，但有些人会太过执着。看过小说，看过古装剧，刚刚有人有说什么剧情这些东西，时空背景这些东西，如果你非常的执着，你会被这些剧所迷到。很多时候你稍微关到雷同，你就会栽到剧情里面去，把剧情讲出来，那也就大错特错了。所以千万也不能够执着，太执着去执着这些东西，反而不是好事。这也是老大教我们的，要中庸为主。好，所谓的通灵是什么？我们要知道前世今生大部分都是会通灵，对不对？都是要透过通灵来做，所以很多人把通灵这2个字放大了，就叫通灵大法。它是一个很大的法术，通灵大法。那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很简单？各位都学过小我，都知道小我能放出无人机，所以它的学名叫能量交汇，俗称放出无人机。那放出无人机，各位都觉得很困难吗？我们等一下就会教各位怎么样放出无人机，我们都教过，应该是你没有融合的关系。所谓的通灵放出无人机的必备条件，第一，清理够干净。放出无人机其实很简单，但你如果清理的不干净会乱连，讯号不好，你遥控它就很难遥控，因为清理的不够干净。第二，跟小我要够契合。你跟你的小我够契合了吗？如果跟你的小我很契合，绝对叫得动。所以与小我不够契合，就会叫不动小我。再来第3个条件，正心正念，才不会走偏。这一点我觉得它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正心正念，然后你又能够放得出这个无人机，然后你又有一些缺点，那这些缺点又是致命的。所谓的致命的，比如说很贪财，人家给我一点钱我就愿意做，那你就很容易走偏。或者说我有什么目的，抱着目的而是不正当的目的来做盛事的，来帮人家通灵的，这个也很容易就偏掉。所以正心正念才不会走偏。第3个，具备联想机制，也就是你的脑袋要灵光你的联想力要丰富要够。虽然联想力不一定是完全都正确，完全都没有联想力的话，我告诉你，通灵它只给你1个画面2个画面，你根本连接不起来，你没有办法做关联，你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知道前世今生这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做实作准备好放出无人机了我们用你最擅长的东西来玩，好不好？因为注意事项因果不是一次就可以定义的，过于执着会发展出复杂的剧情。再来呢，会干扰现世的肉体生活，再造新因果。那我就一条一条的来解释。因果不是一次可以定义的，这个前面解释过了因为每一次都有每一次关联的人，
那有可能某一世应该这么讲哈，假设我们有7世，那1、2、3、4、5、6、7这7世呢，有可能7世的人跟你同一个时空出现。那请问你怎么样用一世来定义它呢？所以你要探索前世今生，如果你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它有可能只是单一个很小的事件，那你会跟它产生因果，有可能它不是一个事件就能定义的高。举个例子哈，我跟阿福这一辈子奇怪为什么见面就打架，然后从小就打到成年哈，为什么会这样？那探索出来只有一个事件，就是因为某一次我杀了他。各位觉得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个关系就能够定义因果吗？不可能嘛。所以各位对因果业力一世可以定义这件事情要稍微理解一下哈。好，第二个呢，过于执着会发展出复杂的剧情，这个刚刚就有跟刚刚那4点一样，因为你入迷了，你看到很复杂，你看到的剧情很多，然后呢你也很执着那些东西，你稍微探索出来一点点跟某个剧情稍微有点关系，你就会开始去联想，然后去套入剧情，套到后来它就变成很完美的一出连续剧。有没有可能？这个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在执事的时候，千万要放掉那些执着性，然后不要过多的干预它，才不会去出现比较复杂的剧情哈。再来，会干扰现世肉体的生活，这个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探索前世今生会干扰现世的肉体生活呢？比如说我今天在探索前世今生，那只有我自己探索我自己，然后呢我发现某一世呢我去杀了阿福，那明明阿福跟我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也就只有点头之交。那因为这件事情我想说我要忏悔，我要去找阿福道歉这个是好的这个好的还没关系。万一是相反的，某一世阿福杀了我，然后这辈子他是我的点头之交而已，我会怎么做？我去找他拼命了。那有没有干扰到现世的肉体生活？有的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我举的例子会比较反差比较大，而且比较严重。所以探索前世今生有时候也会干扰到现世的肉体生活再造新因果，再造新因果就是我刚刚说的，明明阿福跟我这辈子没有什么瓜葛可是呢我去探索他出来了，他不晓得是对还是错，我们并没有办法去验证他，你就去把他杀了，那是不是会再造新因果？或者你去对他做出不好的事情，新因果会再度产生，本来没关系的变成你欠人家了通常我会这样想我们既然是以和解为目的去探索出来的，那这一世就是以和解为目的，不管之前是他对不起我还我对不起他，这一辈子我就是探索出来了，如果是对我不好的，作罢我不逃，那如果是我对不起他的，我还，如果他有任何需要我愿意去还，我做得到的话，因为这才是对心的修行我们探讨出来的目的当然就是我希望在本世终结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什么？是人家欠我的我一概不要，我欠人家的我要还，用这个出发点去做的话，基本上不会再造新的因果我们要感恩这辈子我们有机会修行，我们用了不一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因果。当我们在静坐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跳出一些问题来，只要它跳出来了，你就要去回想是不是有发生过这件事情。那如果这件事情一跳出来你就知道，那你一定就可以知道它的因果是什么，因为本世发生的它很容易界定。比如说我小时候常常在吃冰，然后家颖一直要跟我要冰，我都不给他吃一口。好，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呢在静坐的时候跳出来了。为什么要跳出来？可能当时的家颖
有产生什么恨的心态，那我只要探索出来了，当然不可能成年人还为这件事情去讨嘛，对不对？他也不可能来跟我讨，但是跳出来之后，当下做忏悔和解掉，这个就是本事的东西。我举的是很小的例子，那如果万一有很严重的事情，那这个人目前也不在了，或者他跟我们也没有再碰面了，甚至是绝交了，我们有对他做出对不起他的事情，怎么办？如果能够见得到当事人，就去跟他做个和解。那如果不行，用忏悔的方式照样做掉，这个就是去除内在小孩的方法。我们刚刚说的，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当然先从本事来探索起。那至于累世怎么探索呢？如果你本事已经和解的差不多了，其实会跳出累世的东西。那我们也上课也讲过，累世的东西会造成什么？造成我们这一辈子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习性，你会不知道来源。这个是我们上那个在讲内在小孩的时候也有讲过这件事情。那累世的呢，我们如果在静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累世的画面，那你知道了。如果我们要探索累世呢，我们要先确定的是什么？第一个，你要具备观的能力，最好有观的能力。如果只听到声音，或者只有那个讯号来，你很难去探索到。最好具备观的能力。观是要在清醒的情况下去看见，做梦的那是属于预知梦的部分，那个是不在今天的探讨范围。第一个，观到能够看画面；第二个，出画面但不执着；第三个，对，就是没事不要乱跳画面，因为它并不一定是真的，有可能是我们的执着心造成的。第四个步骤，当你非常的稳定的时候，突然来的画面，它有可能就是有准确性的，是要提醒你某些事情，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采信或者去验证它。所以其实你只要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其实你的观可以练得出来的。所以各位只要专注一件修行的事就好，你的能力就会慢慢的出现。有了观的能力之后，各位知道接下来如果我们要去知道前世今生，我们今天假设模拟一个事件，模拟一个人，假设我来求助于你，然后你已经具备观的能力了，接下来你在帮我做前世今生或者和解这件事的时候，你也跳出了一个画面，那这个画面呢是静止的，跳出了我穿着古装在一条船上。好，静止画面。下一个画面呢，是我举起了一根长竿，因为我在划船，有一根竹竿，我去打死水面上的一只鱼。好，请问这个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来解读这一个？是不是需要一点联想力了，对不对？因为求助者还有推理能力家人说有推理能力因为求助者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我今天是带着某一个人去出现这个画面，是不是比较容易联想，对不对？那如果只有我一个人，你要知道要去提问，你看到这两个画面呢，你联想不出来，因为只有一个人来求助，你当然需要提问。请问你平常喜欢吃鱼吗？还是怎么样去跟他对谈？对谈是为了验证我们刚刚的画面，如何让我们的画面去产生这样的关联。好，第二个步骤来咯，你问我平常喜不喜欢吃鱼，我告诉你还好呢，我海鲜都不吃。来，请问有没有答案了？因为我们有答案了，不见得马上要跟对方说。接下来我的回答是，可是我虽然不吃鱼但也没有很排斥成什么样啦。不过我倒是从小就很奇怪，常常莫名其妙的偏头痛。请问到这里有另外一个答案出来了
可是呢，这个时候我会再联想一件事情，我会因为打了一条鱼而从小到大偏头痛吗？可能不会，可能会像阿福说的，我是一个以卖鱼为生的，然后我一天到晚就在要杀鱼的时候先把它敲昏，他因为习惯动作敲的是同一个地方，所以你那个地方会很痛，这很正常。再来呢，我第4个答案是什么了呢？第4个答案是我没有要吃海鲜嘛，然后从小到大都会偏头痛嘛。那很奇怪哦，我只要去拜过龙王，1个礼拜都不会痛。到这里有没有答案再出现？给我的这个画面，透过我跟对方沟通之后产生出来的答案，逼近于阿福说的，我可能就是一个贩卖鱼的人，然后我常常做这个动作，会导致我从小到大都会偏头痛。然后刚刚阿福的解释是，我们去拜龙王的时候，对，因为是水族嘛，拜龙王的时候，就会好1个礼拜，就会好1个礼拜。那因为有发忏悔心，但因为冤亲债主太复杂太多，他可能只有1周时间他又回来。所以各位，今天我们做的这个推理，各位觉得合不合理？你看我们透过集思广益推理出来的东西，都还有可能有漏洞，没有考虑到的。所以各位在做前世今生的这个通灵的时候，最好先从自己做起。等你做到觉得都很吻合了，像美惠师姐探索出来了，然后去做了之后，果然肩颈酸痛就好了，一件一件的这样去验证，验证度、准确度跟完成度到达超过 60%， 不要说80%啦，60%以后再去对朋友亲戚做这件事情，那达到 80%-90% 以后呢，再去对陌生人做这件事情。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您的观赏，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开启好运4重奏，点赞、分享、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感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